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我上次影片里跟大家介绍了72个普通人破产背后的金融铁律，我还介绍了一个鉴别个人破产可能性的有趣指标就是虚荣指数。那好多朋友听了呢，觉得非常有意思，觉得还不过瘾，问我还有哪些指标。那我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但更有深度的指标。然后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在 P2P 暴雷风潮当中，我是怎样活下来的。那些 P2P 贷款机构到底是怎么玩到破产的？那无辜的投资者们又是怎样被割韭菜的？那最近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爆雷了，同样是大量不明真相的民众损失惨重。那么普通人怎样才能避开这些眼花缭乱、看起来高大上的金融斩杀线呢？那你听完今天的故事，你应该就非常清楚了。今天讲这个指标是这样计算的：分子是住房资产加上汽车再加上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就包括它的存货、固定资产，包括了厂房设备那这个分子你一看就知道这是这个人的总资产。那你注意这个总资产的所有资产都是现场我们的信贷经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这些资产都按照成本来计价。那这个指标的分母呢是 y 减去23。 y 是什么？就是年龄。那你现在来想想这个指标，分子是这个人的家庭总资产，然后分母呢是年龄减去23，它表达了什么？你可以暂停1分钟想一想这个问题。怎么样，想明白了吗？这个指标它实际上就是粗略计算了这个人自23岁以后每年的资产积累速度。你看，分子就是他的总资产家庭住房汽车经营性资产，对不对？那分母实际上就是他23岁以后到现在过了多少年。统计上在中国的县域以下，23岁基本就是他成家的年龄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这个小家庭他开始积累他的家庭资产。所以呢，这个指标计算的就是他成家以后每年他的家庭资产增长了多少万元。那这是个非常简单粗暴的平均值。那如果有的人他的这个指标算出来是10，那就表示在过去23岁到现在他的家庭资产每年增长了10万元。那但是你需要注意这个指标在实际计算应用当中还要经过非常精细的加工，因为你得剔除这个年轻人从父母那里继承、接受赠与得来的那些资产那这就太细了，我就不讲了。那你再看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这个指标在我那个800多个人借款人样本当中的分布情况。那这个横轴就是这个指标计算出来的数值，有的很大，20万、30万甚至50万以上，有的呢很小，甚至在1万以下。那纵轴呢是人数你比如说这个点，横轴是10，纵轴是大约21。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年家庭总资产增长10万的人，在这800个人的样本里面有21个人。那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的指标计算出来是55万，就是他每年家庭资产增长55万。那现在我们做个小测验考考你的常识认知。那以下这3个选项哪个是对的？ A， 这个数值越大，它发生逾期甚至破产的风险就越大。 B， 这个数值越小，它发生逾期甚至破产的风险就越大。那 C 呢？以上都不对。你可以暂停一下，想想选哪个。想好了吗？答案是哪个？答案是 C， 以上都不对。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数值太小的话，风险就大；而这个数值太大，风险也很大，而且更大。那这个数值是不大不小的时候，它的风险是最小的。你是不是感觉有点烧脑那好像这个数字越小风险越大，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越小说明它越穷嘛。那越大风险越大，而且还更大，那是不是就有点意外了？因为它越大，不是说这个人财富积累速度越快吗？
那不是表明他越有钱越富裕吗？怎么会反而逾期风险、破产风险越大呢？来，看看这个统计表，你看到没？风险最小的那批人是每年资产增长在1万到2万之间的那些人，逾期率才 3.4%。但是当它降到1亿以下、0.5亿以下，这个逾期率明显上升，是 7.2%。而当这个指标数值越来越大，你看啊，它的逾期率是迅猛上升。假如它的资产增长速度在25万以上，它的逾期率就高达 35.7%。你要是把钱都借给这样的人，那你死定了。那你现在是不是满肚子疑问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现在给你深入解读一下这个东西。首先啊，你要清楚，我当时这个贷款机构啊，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县域以下的小企业主、个体经营户、农业经营户。那这些人他所从事的生意啊，除了农业、种植、养殖，那就是各种普通的这个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啊，还有批发零售业等等啊，种菜、大棚种粮食、养兔子、养猪啊，劳保服、这个貂皮大衣生产、羊毛加工啊、机械加工等等等等。那还有批发零售啊，各种零副食品啊、服装鞋帽啊、箱包啊等等。那所有这些行业啊，它都是充分竞争的行业，也不是前沿技术行业，它也不是房地产这种长期大牛市的行业。所以呢，你想啊，这些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它实际上是很低的，因为它太充分竞争了。由于中国大部分优质资产、优质的生意都被国有企业垄断了，所以社会上这个资产的 60% 都是国有企业它的资产啊。可是国有企业它只为大约1亿多人服务啊，那另外12亿人他就得在这些非常难赚钱的行业里往死里去竞争。那这些行业的小企业主拉长时间看，他不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啊。他可能短期1-2年行情好，但是长期看他只能获得比出去打工啊略强一点的利润啊，有的甚至更差。那么你想想看，如果有谁他的这个总资产的增长速度在长时间内，比方说10年跨度内，它的增速显著的快于这个常人，那你说他靠什么资产能增长这么快呀？借债呀。所以啊，谁资产增长速度最快，往往就意味着谁的负债速度增长最快，谁的这个杠杆率最高，谁最危险。你还记得我们上期影片里讲的那2大定律吗？所有破产的没有一个不是高杠杆的，那绝大部分高杠杆的最后都破产了，还记得吧？那这里我们再深入一下，用这个分布图，我把这个危险客户分为2类。第一类叫真小户，那就是他真的很穷啊，很艰难呀，家里头没什么钱，10几年了，每年这个家庭资产增长在1万以下，甚至0.5万以下。那他们就在这个分布图的最左侧呀。那这类家庭啊，它通常是非常微小的生意，那打工呢也是非常低收入的那种，没有什么保障。那这类客户啊，他如果杠杆比较高，他会带来逾期，那带来坏账。但是呢，这类真小户对于贷款机构来说威胁比较小，因为第一，他很穷，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啊，所以你不容易给他发放很多贷款，他也不会给你带来太大损失啊。但是另一类就可怕了，那一类叫假大户。在这个图最右侧的这些人啊，表面上一看是家大业大呀，家里房子气派，经营场所很气派，场面很大，工人很多，原材料半成品堆积如山。但是实际上他们经常是通过高额借贷给自己上大杠杆才变成这么大一个规模的。那我在上期影片当中提到老梁啊、老王啊、喜贵啊、老刁啊，都是这一类。关键是这些人啊，他气场上非常牛皮哄哄，因为他们平时就是人们眼中的富人啊，他们交往的都是那个镇上县里头有头有脸的，个个谈吐不凡，又看起来很有钱，非常有气场。那我们的信贷经理啊，他通常是比较年轻啊，那不到30岁，甚至30岁刚出头，他自己没做过这么大生意，也没有赚过这么多钱啊。那见到这些人他就气短，很容易被这些人居高临下那种气场啊给吓住
从内心里就先投降了，觉得这客户很优质公司应该给他多放款，那没风险。那这真是要命，我告诉你，他会倒逼我的这个中后台的这个信贷审核人员，下意识的就给他放松风控标准，放大贷款额度。这类客户对于贷款机构来说是最致命的，风险隐蔽性最高，又最容易上当，而且一旦上当就是大额贷款、大额损失。所以我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我就反复强调，我们要防范两类客户，一类是真小户，另一类是假大户，而重点是严防假大户。那最后那我还要反复嘱咐我们的年轻小伙子们，你们记住了，你们才是最牛逼的，你们将会身经百战，你们将见识各种各样的假大户，他们表面上看着牛哄哄，其实比你们都差远了，他们的情况比你们艰难多了。你出门遇到这些牛逼哄哄的，你立即就在心里开始鄙视他。要记住，他越装，他越是要求着你，你在他面前永远都是爷，他才是孙子。哎呀，这每次都这样嘱咐这小伙子们，尤其是刚开始干的，还是顶不住的。所以这个队伍带起来很不容易的。那这个数据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你看中国北方县域以下，这里主要是山东、河北这两个地方，普通人的家庭资产积累基本上都在5万以下。最健康的那些家庭没什么债务也就是每年增长1万到3万，相当于说一个普通家庭还比较殷实，那每个月省下来的储蓄也就1-2千块钱那这是很低的水平这些群体才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占到8-9亿所以每当人们看到这个北上广深的现代奢华就跟我说中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了，中国已经厉害了，崛起了，哎呀，我只能是摇摇头，你们都脚不沾地当然上面说这个指标它并不绝对，那确实有人是真的运气好或者经营能力很强他赚到了很多钱没错，这个指标只是说如果你显著比常人偏高了，那你出现逾期破产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显著的高。那就像上次影片当中说的那个虚荣指数也一样，也不是说你越虚荣你就100%一定要逾期破产，而是说你的概率比常人高好多倍。那我还要强调只用这2个指标来判断一个人的风险，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你很容易错判但是呢，我们一共开发出来50多个这样的指标，它综合起来考察一个人，那就非常准了。那我打个比方，就好比让你去勘探一个地方，它地下有没有煤矿，储量大不大，你怎么勘探你去了在地上打一个很深的孔，掏出来一看说有煤，你能不能根据这一个孔就断定这下面有煤那你要是掏出来一看说没有煤，你能不能就根据这一个孔断定下面没有煤那肯定不行那怎么办？你分散在不同的位置打它50个孔，如果50个孔有30-40个40多个掏出来都有很厚的煤层，那你应该很有把握的判断说这地下有大量的煤。但如果只有5-6个孔有煤，而且那个煤层还很薄，那么你肯定也能有把握判断这地下没多少煤。那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我们探测一个人他的风险高不高，杠杆率高不高，就是用这个思路，打他50个孔，50个变量，每一个变量那都显示你的杠杆率很高的状态，那么你没得跑，你肯定风险很大，你破产就在眼前了，别在我这里装逼显摆，骗不了我，你赶紧走。那这套体系实际上完全颠覆了这个传统上大家在课本上上大学的时候学到的那套框架。课本上都是教你分析它的收入它的支出、它的成本、利润分析它的现金流、它的负债率等等。你这套东西你分析上市公司可能还行，因为上市公司它财务审核很严格严格审计，造假难度比较大。但是这些小企业主，你用这套东西来弄，你就是在自己蒙自己。比方说很多银行都喜欢说我们把这些小企业主他们的这个3张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都给它模拟估计出来了，然后我们用那套的这个债务分析模型就能把这个客户的风险状况分析得很明白。
你这纯属瞎忽悠，又忽悠不懂行的人，让他们觉得你很牛逼很专业，那其实也是自己骗自己啊。为啥？你有本事估算他的收入支出和利润吗？比如上集影片里我说的那些案例，做木板的阿玉啊，做农产品批发的喜贵，养貂的老貂，你去他家，你能估算出来他一年的收入、成本、利润？你不可能的。所以这条路其实是死胡同，走不通的。而且你要这么做，你一定会严重依赖于你的这个信贷经理的他们的能力啊，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你这么做迟早要出大娄子，那就是内外勾结骗贷。所以啊，我们的做法实际上是颠覆了传统的理论框架，创造了新的理论体系的，发明了新的方法。但是啊，很可惜，我们被监管强行禁止了。那我现在聊一聊，当时我遇到了什么样的行业危机和监管危机，最后是怎么从这个鬼门关上走了一趟安然归来的。我在2015年搞了这个贷款机构，那个时候我原本是在证券公司工作呀，做大项目的债务融资，收入很不错的呀。那当时为什么我搞这个贷款机构呢？因为我心里头一直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农村金融为什么这么难，农民为什么这么穷。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硕士的时候，我的论文就选了农村金融这个题目。那当时我的同学们那都写什么资产证券化这样金融市场最前沿的这些高大上的课题啊，他们都很不理解，说老管你怎么写这么一个土的掉渣的题目呀，有意思吗？将来能赚钱吗？我其实没考虑赚不赚钱，我就是想搞明白怎么回事儿。那经过一番研究啊，我觉得自己基本也弄明白了。问题的症结就是中国不允许农民搞自己的经济合作社和金融合作社。那这里可能有人出来抬杠，说中国允许啊，中国都有自己的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呀。那这个就别抬杠了，那不是农民自有、农民自管自治的合作社，那是官方机构。那这里就不展开了。那毕业那时候呢，我跟我们院长说了我的想法，他很支持啊，他是一个很棒、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学者。那于是呢，我就在他的支持下留在这个研究生院啊，继续研究，打算募集校友资金去做合作社的试验，那趟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出来。但是后面发生了很多事啊，我就放弃了。那一呢，是我敬重的这位院长被调走了，结果后来呢，他得了重病去世了。而继任的这位主持工作的哥们儿，每天只想着金钱和女人，我在他眼里那就跟外星人一样，你迂腐的书呆的这小伙子。那另一方面呢，这期间呢，我眼睁睁的看着几个农民自发搞的合作社，从蓬勃兴旺到被当地政府啊给收拾、给掐灭了。那我后来就明白了，这事不是做不起来，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只是呢不允许。那我知道，要是我继续去做，恐怕最后也是被掐灭，搞不好还有可能进去成为先烈。那时候我刚组建家庭啊，那我就放弃了，转头去金融市场赚钱去了。那到了2014年呢，我就感觉这事情有转机了。当时一是互联网这个崛起了，大数据崛起了，我立即意识到这个东西对于信用风险分析、判断贷款风险是非常有用的，可能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那么农村贷款这个一直以来的老大难问题，有可能在这个大数据的帮助下实现大转变。那第二呢，就是当时克强总理提出来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啊，行政上、监管上都大规模的放松，鼓励大家去创业。那我就感觉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于是我就从券商辞职了，跟另一个同学一起搞了这家面向县域以下的贷款机构。那我们很快就运转起来了，吸引到了有实力的出资股东啊，拿到了风险投资。那此后5年时间啊，我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事情中去，每天都奔走在各县啊，调研、分析、研究、开会、审贷，累计发放了5个亿的贷款，全部都是没有抵押物的信用贷款。那资金来源呢，都是我们股东还有少数几个特别信任我们的这个资深校友和朋友，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们做这样有社会意义的创业啊。我们没有从社会上吸引1分钱的资金，所以呢，我们没有碰过非法集资这条红线。
那同一时期呢，国内就出现了 P2P 创业的大浪潮。那当时克强总理鼓励大家创新啊，结果这些监管上就放得很松。那 P2P 原来是源于美国的个人对个人的借贷模式，那就叫 peer to peer 嘛。来到中国以后呢，走样了。它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你搞一个平台啊，张三来平台上说我要借款10万，利率比如说20%，那这叫发标。然后呢，平台就把这个需求推给很多人，这些人呢就出钱借给他啊，借给张三，这叫投标。那做成了，这一笔贷款就完成了。但是你这么做效率很低啊，因为你匹配起来很不容易。借款人通常都是需要1年、2年甚至3年的贷款，而投资人呢都希望3个月、6个月、9个月，他需要这样的期限短的投资。那于是呢，这些 P2P 平台啊，就无一例外的都开始搞资金池，那就是用虚假的短期标啊来吸引人们的钱。比如说我发个3个月、6个月、9个月这种借款标，这其实都是假的。人们的钱投进来，然后他再把这些钱啊借给那些一般1年、2年、3年的那些贷款人。那你想想，这是不是存在严重的期限不匹配啊？这酝酿着巨大的风险啊！你假如有一天很多人到期了，他不想再投了，那你这个平台不就立即瘫痪了吗？这叫挤兑啊！我以前影片里提过啊，银行它也是吸收短期资金发放长期贷款呀，但是银行它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完善啊，它形成了一套由中央银行来在危急情况下兜底的办法，就是一旦谁挤兑了，那马上给他提供再贷款支持啊。可是你 P2P 平台没有人给你提供再贷款啊，你遇到危机了谁来救你啊？你这不是裸奔吗？这简直是疯了呀！所以我当时非常奇怪，监管机构你们都在干什么呀？那郭树清其实是很专业的金融人士啊，那他的发言他写过的论文我都读过啊，非常厉害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事儿视而不见呀？那到了2017年的时候啊，我们自己苦心钻研的这个风险模型已经开始运行了，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就稳健发展呀，逐步扩张啊。那坏账率当时只有 0.3%， 而且我们开始盈利了，开始分红了呀，队伍也扩张到50多人啊，在20多个县里头开展业务。那当时呢，我看到这个 P2P 发展很迅速很火爆，我很惊讶呀。我这苦心打磨了2年才放了2个亿，你们怎么就4646一下子就放出去几十亿几百亿贷款呀？于是呢，我就去参加论坛呀、讨论会啊，跟他们交流。这交流几回下来啊，我是心惊肉跳，忧心忡忡。那我当时很清楚啊，他们有2个致命的死穴。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他们有巨大的这种流动性风险、挤兑风险。第二呢，就是他们风控能力太弱了。我跟他们交流，他们个个那都把互联网金融的这个大饼啊画得很大，但是一聊到具体你怎么做风控啊，顾左右而言他，说不出什么真东西。而且呢，我发现他们很多创始人都是暴发户出身，根本就不懂金融，对贷款风险压根没有什么认知啊。我当时去参加一个论坛啊，在场的有恒昌三农啊、翼龙贷等等这些过100亿的 P2P 的巨头。我一翻他们创始人履历，我天哪，这都不是金融科班出身，都是些私营老板草莽出身啊。我跟他们介绍我们的风险计量的经验方法，然后给他们讲我们的坏账率是 0.3%， 他们就在下面笑，说这牛逼吹的也太离谱了，我们吹也就吹个 1%、2%嘛，你这孙子怎么敢吹自己只有1300的坏账率啊？然后那个恒昌三农创始人啊上台发言，公然嘲笑我，要是你真能做到这个数字，那你们就是神话呀！然后哈哈哈哈，我也懒得跟他费口舌。那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 P2P 的创始人啊，他是金融专业出身的高材生，比如宜信的唐宁啊，积木盒子董俊，那都有华尔街投行工作的这个华丽背景啊。那有一次跟积木盒子这个高管交流，那他们真是国际范儿能忽悠啊。可是，一旦谈到风控方法，他们就说不到点子上，这让我非常的怀疑。那后来呢，我又去跟正大速贷交流，正大速贷创始人是戴志康啊，那是金融黄埔军校毕业的呀，那是几十亿的富豪呀。那他是我师兄，我就联系他跟他聊，他安排我跟他的风控团队深入聊了2个多小时。2个小时下来我这
背后发凉，手心冒汗。天哪，你们竟然这样浮皮潦草的做风控啊！难怪你们发展这么快啊，那我们发展这么慢啊！那这他妈往外扔钱谁不会呀？但我呢又一度怀疑他们是不是有高招不告诉我呀？因为老戴好歹是金融高材生啊，这个全国闻名的大富豪啊，怎么会那么愚蠢呢？聊完之后啊，我从上海回北京，路上我脑子里就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晚上快进家门了，我对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和师兄老戴中间必有一个傻子，但是如果我是那个傻子，我还能活下去，我大不了赚钱慢点嘛。但如果老戴是那个傻子，那他死定了。那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老戴爆雷了呀，被判入狱好多年呀。那几次交流完回到公司，我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 P2P 爆雷大潮终有一天要来到的。那个时候是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那我就在内部管理层开会啊，我说这个 P2P 啊很可能要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快则1年，慢则2年。我说我们自己倒是没什么风险，但是啊，他们要是一旦大规模倒闭，可能会让整个社会发生恐慌，老百姓会赶紧把钱往回取，造成严重的挤兑风潮。那这种情况下，这些公司就算业务没风险，也会因为挤兑而被斩杀。那当时我就给公司定了一条红线，绝不允许吸收社会资金，公司员工绝不允许投资公司的这些贷款项目，已经投的立刻退回，公司只吸收股东和这几个校友朋友的资金。然后呢，我说如果发生这种倒闭大风潮，监管一定会收紧。那个时候我还没想到他们会彻底关停啊。这个局面下，我们眼下不能再按照年初的计划扩张了，刹车，夯实现有的分支机构，准备迎接大风大浪。等到大浪淘沙之后，再谋发展。同事们一开始不理解啊，你业务发展的好好的，现在要收缩，有怨声。但是呢，2018年开始，这 P2P 倒闭大风潮就真的席卷而来，易租宝、正大速贷、团贷网、恒昌三农、翼龙贷、草根投等等等等，纷纷倒闭爆雷。我就心惊肉跳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倒下。那原本我想到这个大浪淘沙之后，就剩下我们可以活得更好啊。但是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监管上从一开始的没章法的过度纵容，忽然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把这个行业一刀切掉。那当时还有一种出路啊，就是网上的现金贷，就是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裸条贷款之类的那种东西啊，那也真赚钱，坏账率很高啊，但是他们利率更高啊，200%以上的利率啊，那他们真的是盘剥暴利啊。我当时的合伙人对这个生意动心了，但是我坚决反对。我说我干这个事儿啊，我就想在县域农村地区去干，我既要赚到钱，又要给社会创造价值。现金贷这种太脏了，我坚决不去碰，这太恶心了。那个时候呢，我还起诉了10几个欠债不还的老赖。一开始法院都支持我们啊，因为我们完全合法合理啊。但是呢，我诉讼了4、5次之后，最后那一次，那个东城军的法官啊判我赢了官司，然后他对我说：“以后你别来诉讼了。”啊，我说为啥呀？他说：“你这不是扰乱金融秩序吗？”我一下就愣住了，我说不出话来。你这么毫无逻辑的话，竟然在法庭上出自你这法官之口？我知道争辩无益啊。从那以后我也不去起诉了。那你看，在没有司法救济的情况下，我们的贷款风险依然保持那么低，那我们的这风控技术那确实是真厉害的。那结果呀，就来了最后那一天，2019年10月21号早上8点，我到办公室，然后就看到了新闻，最高院宣布民间借贷超过10人以上的就要判刑，意思就是叫抓人坐牢，而且即日起生效。我这心里难受啊，骂娘啊，委屈啊！你们这些搞监管的啊，你郭树清，你好歹是博士生导师吧？你早看不到这个 P2P 的巨大风险吗？毫不作为好几年，任由他们胡作非为、野蛮生长。现在出了大娄子啊，你们就知道一刀切，全部宣布非法，开始抓人。我当时很郁闷，我放弃券商高薪来干这个，
你这眼看着干的有声有色啊，就你们这些猪头啊，就给一刀斩杀了呀。那于是呢，我就立即在公司内部下命令啊，立即停止所有贷款合同的签署，然后呢，叫来财务人员，开始计算员工的遣散补偿金吧。那有人可能会说，那你们风控技术这么好，你可以给银行提供服务啊。哎呀，我都试过啊，银行特别是农村商业银行在风控上几乎个个都是怂包啊。可是那是官老爷机构啊，他们靠自己的这种循环贷掩盖着无数的坏账地雷，就是他到期了你不用还本，我继续给你续贷，他用这个办法来掩盖风险。你看他坏账率说是不高，实际上是遍地地雷的。那他不敢用我的模型，你知道吗？因为他只要一用我这个模型，那是个照妖镜啊，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坏账给他全照出来了。可是他们自己就是妖怪啊，他怕这个东西啊。一开始我想不明白这个，我还去推销啊，跑去跟他们谈，跟他们开会。有一次把我自己都吓坏了。有一家银行，他拿出来几百个客户啊，用我的模型跑了一下，这好家伙，30%的坏账啊！我的老天爷，我吓坏了。我这个模型算是给他揭开这个粪坑盖子了。那么他们开会向董事长汇报，我也在场啊。董事长直接变脸了，他非常镇定，他说：对待风控模型，我认为应该辩证的看，那不能太机械。我们要控制风险，但是我们更要发展。如果单纯为了控制风险而丧失发展机会，那是更大的风险。哎呦，当时我愣住了，你咋那么会说呢？就这样的歪理，那被你讲得如此冠冕堂皇，掷地有声啊！你看着那个猪头，我当时心里我真是不停地扇他耳光啊！你这把死的说活了这个本事，你怎么不去当国家领导人啊？这真是屈了你的才了呀！哎呀，我只能叹息啊！政府不给真正专业的人发银行牌照，还要宣布他们违法要抓人，同时呢用这些牌照去养着这样一堆堆的猪头。那到2020年底啊，我们只收不贷，逐步遣散了人员，把公司解散了。这期间呢还屋漏偏逢连夜雨，来了个大疫情。哎呀，我一开始非常紧张啊，你怕发生大面积的坏账啊，你这样风控，老百姓生意做不了，赔钱啊。但是结果啊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不良贷款只不过从 0.3% 升高到 0.56%。那你看，这再次说明，如果他杠杆不高，他遭遇困难，他也能还钱，不会破产。那最后到2020年末，那我就完成了所有的贷款回收啊，终结了所有的业务，退回了所有的资金，股东的投资款我们也给退回去了，咱不玩了，解散了。朋友们，我算是鬼门关上走过一遭啊！原本很好的生意没办法去做，那种感觉就好像你空有屠龙刀啊，奈何被埋土里啊。那后来我又受聘到一家大银行当了1年的这个干部，那个官僚体制待了1年，我是更加心灰意冷，因为看到了太多的这个巨大的变化。那后来呢，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清楚了，在这个大时代下，个人是无力抗拒、无力扭转洪流的。于是呢，2023年我卖掉所有资产，带着家人离开了我生长和奋斗了40多年的土地。朋友们，下期再见。